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猿猫说，咱们一起看看世界的变化，聊聊你我的生活。最近全球财经圈、时政圈都被一个人的一篇文章炸翻了，他就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，被称为史上最赚钱对冲基金经理的瑞达利欧。在2026年的2月，他发表了一篇长文，标题是正式宣告世界秩序已经崩塌。他把2026年直接比作了1936年。听到1936年，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呢？那是二战全面爆发的前3年。3年前，人类剧场距离那场浩劫只剩下短短的3年时间。达利欧不是在危言耸听，他用自己研究了几十年的帝国兴衰大周期模型，把今天的世界和90年前的世界做了一次严丝合缝的对照，而结论非常的刺骨。我们今天正在走的路和二战前夜的剧本几乎一模一样。今天的这期节目，我们就来聊一聊达利欧的完整的逻辑。我们会聊193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2026年的三座危机火山是什么，旧秩序是怎么死掉的，以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每一个普通的人来说，这又意味着什么。首先来到1936年，那是虚假繁荣下的死亡倒计时。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90年前，1936年，全世界看起来是什么样呢？那一年柏林奥运会举办，纳粹德国把宣传机器拉满，金碧辉煌的体育场，整齐划一的开幕式，全世界运动员欢聚一堂。媒体镜头里，德国的经济复苏，街道干净，人民精神饱满。这是一场精心包装的盛世假象。但在镜头之外，真相又是什么呢？希特勒早已公然撕毁凡尔赛条约，派军队直接开进莱茵非军事区，这是对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践踏。而当时的英法两大强国在干什么呢？他们在妥协，在绥靖，在假装看不见。旧秩序的守护者已经腐朽到没有勇气去维护规则。经济上，1929年的大萧条阴影还没有散去，全球贸易萎缩，失业率高企，贫富差距拉到了极致，社会矛盾在底下疯狂累积，就像一座装满炸药的仓库，只缺一颗火星。而政治上，民粹主义、权威主义、威权主义快速抬头，民众对传统精英、对旧规则彻底失望，转而支持那些敢于破坏、敢于强硬的领导人。国际上，大国博弈也不再讲究什么规则了，只讲拳头。德国、日本、意大利都开始结盟，全球进入了重新武装的阶段，和现在真的好像。全球都在进入重新武装的阶段哈，连日本都在，是吧？达利欧说，1936年的核心关键词是旧秩序名存实亡，新秩序尚未诞生，而全世界在和平的幻觉里一步步滑向战争。这也正是前段时间日本、加拿大的总理在达沃斯发表演讲时所说的那句话，全世界的旧秩序已经名存实亡了。而在今天2026年，达利欧说，我们正站在同一个历史节点上。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了。达利欧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，今天的地球站在3座活火山的交叉口，任何一座爆发都足以引发全球震荡。如果3座一起爆发，就是秩序的彻底重构。这3座火山分别是债务火山、内部撕裂火山以及地缘冲突火山。债务火山代表着债务极限，这是全球经济的心脏病。这是第一座也是最致命的一座火山。达利欧研究了500年的历史，所有帝国、所有经济体的崩溃，第一步永远是债务暴雷。2026年，美国就有一个数字足以让所有人头皮发麻，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要支付的债务利息将突破1万亿美元。
这是我们上一期刚谈的美债和战争以及货币之间的关系，是吧？1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？这是纯利息而不是本金，相当于美国政府每年什么都不干就要掏出1万亿美元给全世界的债主付息。而且关键是债务的增速远远超过经济收入的增速，政府在不停借钱发债印钞，用紧贴的透支在暂时的稳定，但这种游戏可能永远玩下去。在达利欧这里敲了一个最惊悚的警钟，美联储很可能重蹈1937年罗斯福衰退的覆辙。1934-36年的时候，美国经济看似是复苏了，但是罗斯福政府觉得危机过去了，开始收紧货币，削减开支，降赤字。结果呢，1937年美国经济直接2次探底，断崖式下跌，失业率瞬间反弹，史称罗斯福衰退。可是今天其实是一模一样的，通胀粘滞，债务高企，美联储要么继续加息压垮债务链条，要么被迫放水引爆更大的通胀与资产泡沫，左右都是死，只是死法不同。达利欧把这种叫做经济的心脏病，心脏其实指的就是货币与债务系统，已经超负荷运转，随时可能因为一次去杠杆而直接骤停。这不是经济衰退，这是系统级别的风险。第二座火山则是内部的撕裂，社会信任彻底垄断。第二座火山其实在每个国家内部都存在。达利欧给出了一组数据，美国最富有的1%的人口拥有全国32%的财富，这不是贫富差距，这是贫富断裂。当大部分人发现努力工作也赶不上资产膨胀，赶不上阶级下滑的速度，当年轻人看不到希望，中年人被债务压垮，老年人老无所依，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就熔断了。信任一断，那么政治立刻就会变味，民众就不会再相信传统的政党，也不再相信现有的精英，也不再相信现有的规则。大家开始厌恶这些维持秩序的人，转而崇拜那些破坏秩序的人。特朗普似乎就是这个破坏秩序的人。这里达利欧虽然没有直说，但是你要是仔细想想，特朗普赢得大选，其实就是因为他也是那个被崇拜的敢于破坏秩序的人。其实想想，希特勒当年充当的也是一个被崇拜的敢于破坏秩序的人。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德国总理，大权在握。同年10月，德国就退出了国际联盟。同年11月12日，纳粹德国还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，让德国选民批准退出国际联盟。然后官方结果是大概95%的人支持退出国联。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其实就是联合国的前身。一战以后成立了国际联盟，目的就是维护一战以后的国际秩序。但是当国际联盟玩不下去了，也就意味着一战通过打仗打出来的秩序也玩不下去了。直到二战再通过暴力重塑，又成立了联合国。希特勒上台以后所做的事，其实就是在不断的破坏一战建立起来的秩序，再通过暴力重构。国际联盟自从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开始，其实就开始失去权威。现在想想瞧联合国其实差不多在最近几年也没什么权威可言呀。到了1933年，德国退出，就基本失去功能，开始变得可有可无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特朗普任期内也是在不断的退出各种国际组织，虽然还没有退出联合国，但是自从突袭委内瑞拉，又发起了对伊朗的军事冲突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特朗普似乎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，先破坏原有的旧秩序，再通过暴力重构新规则。
民粹主义、极端思潮、身份对立、政治暴力，这些不是偶然，是贫富差距走到极致的必然产物。1936年是这样，2026年更是这样。达利欧说得很直白，当一个国家富者越富，穷者越穷，而中间阶层开始坍塌，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走到内部矛盾的临界点。当内部矛盾压不住时，掌权者最惯用的手段就是向外转移矛盾，这也就直接引爆了第三座火山。地缘博弈进入战争阶段，国际秩序彻底崩盘。达利欧在他的周期模型里把大国冲突分成了6个阶段，而2026年我们正式进入了第6阶段，开年就来一个是吧？美伊冲突。什么是第6阶段？规则失败，谈判失效，强权及公理冲突常态化。是啊，美伊冲突其实就是在谈判过程中突然爆发的。当世界的主要大国开始抛弃谈判，优先采取暴力解决问题，那么冲突就会越来越常态化。你看看今天的世界，乌克兰战争还在燃烧，而中东冲突又不断升级，大国在科技、金融、贸易、芯片、能源全线对抗，制裁、冻结资产、技术封锁、供应链武器化，全都成了常规的操作。1936年是德国毁约扩军，英法绥靖；2026年是旧秩序守护者无力维持，或者也可以说是无意维持啊，他根本不想维持。全球进入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的丛林时代。话说回来，这事说起来多少有点怪诞。按说这个旧秩序是吧？二战以及冷战以后的旧秩序是由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，也是一直由美国主导维护的。那怎么现在几十年下来，突然变成了美国自己想破坏并且重构，而想维护旧秩序的一方，那好像是东方某大国呢？这旧秩序难道是被夺舍了吗？反正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，各国领导人已经公开承认了一句话：1945年之后的世界秩序已经死了。1945年二战结束，建立了联合国、WTO、世界银行、美元体系，维持了世界接近80年的总体和平与发展。然而现在这个体系正在宣告死亡。最恐怖的相似，达利欧在对比1936年和2026年时点出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共同点：全世界都在梦游。1936年，人们沉浸在奥运会的狂欢、经济短暂回暖的幻觉里，对逼近的战争视而不见，媒体在娱乐，精英在自满，民众在麻木。2026年，我们有了新的麻醉剂 AI、短视频、算法、虚拟娱乐技术，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信息茧房，让我们沉浸在即时的快乐里，对身边的债务危机、社会撕裂、地缘冲突漠不关心。我们以为和平是天经地义，发展是理所当然，稳定是永恒不变，但历史告诉我们，和平从来不是常态，混乱才是。达利欧还警告说，历史的节奏正在加速。1936年到1939年3年时间，从局部冲突变成了全面的世界大战。今天的信息传播得更快，武器威力更强，对抗传导更迅速，留给我们的缓冲时间也许只会更短，而不会更长。那个所谓的金发姑娘时代，不冷不热，经济稳定，和平发展，全球化红利拉满的黄金年代已经结束了。达利欧特别提到了格陵兰协议的破裂，这不是一个小新闻，这是一个全球的舒适期正式落幕，未来则是暴力重构的时代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也必须说好，达利欧他不是在预言灾难，他只是在推演周期。他研究了荷兰帝国、大英帝国、美帝国以及这几百年来的兴衰起落，发现了所有的帝国都逃不开一个共同的循环：繁荣、债务累积、贫富分化、内部撕裂、外部冲突、秩序崩塌，在于新秩序来诞生。现在我们正在处于旧秩序的崩塌、新秩序而尚未建立的最危险也是最动荡的过渡期。它的逻辑也很清晰，非常冰冷的现实啊，
债务到顶了，那经济必然会出清；贫富撕裂，这社会必然会动荡；地缘对抗，那必然会走向冲突；而三者叠加，就可能是秩序重构。1936年如此，2026年也如此。这不是某个人的错，也不是某个总统的问题，它也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，这是这个系统走到了生命周期末端的必然结果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些大道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什么关系呢？达利欧虽然讲的是国家、帝国、全球秩序，但是他警告的最终会落到每一个人的工作、收入、资产、生活甚至安全上。随着经济波动变成常态，就不要再指望稳定的增长，通胀和就业都不会太好，未来就是高波动、高不确定性，伴随着衰退、通胀紧缩轮番上阵。过去几十年买房必涨、存款稳妥、股市长流的逻辑也正在失效，现金会被稀释，资产会剧烈震荡，避险非常重要，远超收益。安全将会大于效率。以前全球追求的是成本最低、效率最高，而现在各国就需要追求自主可控、安全不被卡脖子了。产业链会回缩，全球化会退潮，就业与行业都会剧烈洗牌。和平的红利有可能会消失，风险溢价则会上升。我们这几代人都习惯了和平，但未来地缘风险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物价、能源、供应链，甚至出行与生活。达里奥没有说明天就会打仗但他说的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、高震荡时代。其实人都知道现在都已经成这样了，是吧？自从俄乌冲突开始，其实就变了。过去就已经回不去了。俄乌冲突本来以为会速战速决，是吧？根本就没那个可能。后来发现发生的每一场战争、每一场冲突都没有速战速决，拖个几年都有可能。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？可能就是尽量的保守一点吧。作为普通人，我们所需要的可能只是守住底线，耐心的等待新秩序和黎明。黑暗总会过去的，就看你能不能熬过这个周期啦。总之在这个周期里就不要太冒进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收获，欢迎点赞、转发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